很难以想象，乌克兰这片战场已经埋葬了多少士兵，5万、10万还是20万士兵。作为进攻方，俄罗斯在这片战场投入了数十万人，装备更是成千上万件。然而，从开战到现在，俄罗斯已经不知道有多少部队被打残，多少番号被取消。就在这几天，一个动员兵组建的部队仅上了战场2天就全军覆没了，几乎所有人都留在了战场。有2位俄罗斯动员兵的家属联系到被俄罗斯政府禁止的新闻机构 Siberia。 这2名动员兵家属称，由伊尔库尔茨克动员兵组成的俄军第1439团在月初短短2天内遭遇战场重创，几乎全军覆没。其中一位动员兵家属还表示，她接到了丈夫的电话，她的丈夫被弹片击伤，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所在第1439团已经没剩下什么人了，只剩下2名伤员，其他人不是战死就是被俘虏了。而她的丈夫更是表示，自己只有1星期的休养期，时限一到便要再回到前线。遭遇重创的原因是第1439团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派去进攻顿涅茨克附近阿夫杰耶夫斯克的乌军坚固防御阵地。事实上，第1439团的动员兵并非一开始动员的预备役人员，大多数都是建筑工、司机等，基本没有任何军事战斗经验。但如果拒绝参战的话，就会以逃兵处理。当地的政治部副司令曾向他的指挥部解释，昨天还是建筑工和司机的平民，不可能成为精锐突击部队，结果遭到宪兵以拒绝参战为由逮捕。前不久，第1439团曾连续3次发视频，寻求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帮助，称正在遭受所谓的顿涅茨克共和国虐待，并要求在没有炮火支援、通信和侦察的情况下，前往阿夫杰耶夫斯克进行作战。俄罗斯也对第1439团的呼吁进行了回应，但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据火力军所知，发出类似呼吁的动员兵部队很多，也都收到了会进行调查的回复，但截至目前并没有得到什么真正的进展。收到家属投诉的俄罗斯官员是这样说的：他们被派遣到顿涅茨克，但那不是俄罗斯的领土，我们也无能为力。而现在整条乌东战线除巴赫穆特外，俄军都没有攻势进展，看来是精锐的都部署在巴赫穆特进攻，动员兵则成为拖延骚扰乌军的炮灰。但这已经不是俄罗斯第一次出现军队全军覆没了，之前的俄军精锐第200旅就曾被打残，而在上个月还有一支俄军精锐主力部队遭遇灭顶之灾。在上个月中旬的时候，各方媒体纷纷报道一条消息，那就是俄罗斯精锐主力部队之一的第155海军步兵旅再一次遭遇乌军重创，甚至可以说是被歼灭。这次是在巴赫穆特的乌勒达尔小镇，乌军利用西方援助的武器发动了一场火力袭击，炮火覆盖了正在集结行进的第155海步旅装甲集群。在这次袭击中被摧毁至少有30辆装甲车辆，其中包括15辆主战坦克。但从乌克兰发布的战报中，火力军就看到第155海军步兵旅这个战斗番号已经被歼灭了至少3次。第一次是在基辅附近的布查镇，第2次是在顿涅茨克激烈的炮战之中，而这次就是第3次被歼灭。为了能继续维持这个番号，155海步旅都是在击溃歼灭之后迅速完成战地整补，随后重新投入了战斗。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155海步旅便前往乌克兰作战，但在基辅西北郊的时候，遭遇多股乌军小分队的偷袭，损失了一批重型武器和部分士兵。而在基辅战役失败之后，155海步旅转战至顿涅茨克战场，在乌格列达尔和马林卡前线再次遭遇乌军顽强抵抗。乌军依靠建造的堡垒和工事，利用西方援助的火炮、无人机等装备，精确打击155海步旅的有生力量，使得155海步旅每天承受150到300人的战斗减员。再度被打残是在今年，在2月份一次战争中，155海步旅损失数百名士兵和数十件重型装备，随后又在乌格列达遭到毁灭性打击，几乎全军覆没。此消息一出，立刻引起了俄罗斯强硬派不满，部分俄罗斯军事专家呼吁对指挥官进行惩罚。
只是在火力军看来，虽然指挥官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导致俄军伤亡惨重的主要原因是乌军抵抗意志非常顽强。乌军可以为了一栋房屋或一块阵地与俄军展开激烈交锋。也正是乌军的顽强抵抗，才导致俄军在推进的过程中不断损失人员和装备。但在俄乌战争初期，乌军的表现并不是这样的。当初在赫尔松方向，绝大多数的乌军士兵会直接放弃阵地或装备逃脱，俄军如入无人之境，很轻易的就进攻到第聂伯河附近。这也是为何俄军能在前期占领大量土地的原因。但现在局势发生了剧烈变化，乌军的抵抗意志越来越强烈，尤其是经过西方国家的大量援助，乌方不仅拥有西方火炮、无人机以及单兵装备等，还拥有大量其他类型的进攻型武器，再加上西方装备非常先进，拥有精确打击能力，几乎一打一个准。就比如海马斯火箭炮，只要俄军被海马斯盯上，就会付出惨烈的代价。尽管俄罗斯避免提及损失，即便提及也被认为公布的数字大幅缩水，但关于俄军在前线损失惨重的消息依然不可避免地持续流传。只需要深究一下，想一想现在的战局，尤其是俄军迟迟无法突破，再加上俄军高层的一系列表现，相信每个人都能得出结论。为了有效控制国内信息，俄罗斯国家杜马出台了相关法律，任何破坏俄罗斯军队声誉的俄罗斯公民都将面临最高5年的监禁。但显然并没有吓住所有俄罗斯人，所以普京亲密盟友俄罗斯国家杜马维亚切斯拉夫·沃洛丁提议修正战时审查法，将破坏俄军声誉的处罚从5年提高到15年，而且适用范围不仅包括俄军，还包括瓦格纳这类的雇佣军。这个修正案不知道能否通过，但即便通过了，估计也难以让所有俄罗斯人闭嘴。有的是不怕死的斯拉夫汉子。目前最值得关注的还是巴赫穆特战场，因为这里即将要分出胜负了。短短24小时内，巴赫穆特一线的乌军据点就遭到大约130次攻击。俄乌双方已经在该地区持续鏖战了近9个月，都承受着较大的伤亡压力。瓦格纳几乎被打残，甚至还与俄罗斯内部发生内讧。而乌军同样有多个旅级部队被打残，比如第46和第77空降突击旅、第60、62、63机械化旅也被迫后撤整修。目前填补前线空缺的53旅已经是第5次重建了，而第57旅则是第3次重建。至于第24机械化旅，则干脆被瓦格纳缴获了军旗，算是整建制歼灭了。为延缓俄军的进攻，乌军将巴赫穆特附近的水库给炸了，但收效甚微。面对无穷无尽的死战，双方都已经疲惫了。泽连斯基也表示，如果有必要，乌军将会战略性撤退，这也是乌克兰官方首次放出要撤退的口风。之前一直都在强调，巴赫穆特是顿巴斯的交通枢纽，有2条铁路在这里交汇，另外还有多条公路连接各大城市。在波帕斯纳亚和里希昌斯克没有被俄军攻占之前，这里一直作为乌军的后勤基地在使用。但现在巴赫穆特的地位有些尴尬了，因为这俩被占领了。目前的巴赫穆特孤悬前线，与后方的斯拉维扬斯克和北方的塞尔维尔斯克都有很远的距离，反而距离俄罗斯后方比较近。乌军如果将这里作为进攻的前进基地，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如果作为防守的阵线，就显得有些突出了。但无论如何，巴赫穆特的命运已经注定了，乌军只能尽快从这里撤出。乌克兰强调，与俄罗斯伤亡比是1:7，也就是暗示已经取得重大胜利，可以逐步撤退了。还是那句话，乌克兰可能在1到2周内逐步撤离巴赫穆特。目前，乌军已经从巴赫穆特夫卡河东岸撤出，并在西岸建立了新的防御阵地，并且炸毁了2座桥，目的是延缓俄军与瓦格纳的进攻。为了稳定局势，乌军地面部队司令兼东部集团军司令还进行了第2次视察。乌克兰特种部队指挥官也抵达巴赫穆特。不出意料的话，乌军不会再派出更多的增援部队，只部署小规模特种部队，掩护伤亡惨重的其他乌军各旅逐步有序撤退。如果能守住，就不派增援；守不住，就少量增援。同时，乌军将大部分力量都集结在反攻的地方了，毕竟时间对于乌克兰和俄罗斯来说都非常重要。
目前乌克兰所做的每一步都是为了迟缓俄军进攻，消耗俄军的资源。在德国威斯巴登，美国高级将领还与乌军高级官员进行了一系列推演，旨在帮助乌克兰策划下一阶段战斗，模拟如何反攻，从哪里反攻。美国总统拜登与德国总理舒尔茨在华盛顿搞了闭门会议，表示双方愿意继续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布林肯将团结至少50个盟国继续支援乌克兰。而乌克兰国防部长也表示，现在乌军需要西方武器，尤其是战斗机。一旦天气允许，乌克兰的反攻就会拉开帷幕，可能会在南部发动反攻，或者是直接进攻克里米亚，不给俄罗斯留任何余地。也正是因为准备大反攻，所以乌军不会再将太多兵力投入巴赫穆特。对于俄罗斯来说，1到2周内拿下巴赫穆特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消息，但俄军和瓦格纳在这里伤亡非常大。拿下巴赫穆特后，如果守不住或者无法继续推进，那也是没啥用。如果乌军在今后攻势中猛攻梅利托波尔，就有可能打乱俄军部署。对于克里米亚，乌军只需要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就可以不费力气地摧毁这里驻扎的俄军，然后直接拿下赫尔松南部和克里米亚。所以火力军觉得俄军拿下巴赫穆特也有可能面临危险的处境，乌军会选择哪个方向进攻，这一点只能进行推测。如果扛着了这波反攻，那俄军压力就小很多；如果扛不住，俄军一败涂地也是很正常的。不出意外，乌军会逐步有序撤出巴赫穆特，重新在外围构筑阵地。这场打了数月的阻击战，俄罗斯赢了，但伤亡也很大。乌克兰损失了更多的老兵和精锐的旅，同样是伤亡惨重。你们觉得乌克兰会选择哪个方向作为反攻目标呢？在反攻之前，西方国家会不会提供战斗机呢？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